大家好，我是袁飞。我们现在昆明刚刚结束一个滑板的比赛。那么在这个比赛上，我看到很多这个滑手都用上了国内的自主的滑板品牌。在近2年当中呢，国内的很多自主品牌像雨后春笋般纷纷的涌现。目前为止，大大小小也得有将近20个由国内的滑手也好、商人也好，他们自己自创的原创的滑板品牌出现。那么这么多品牌当中呢，有做得好的，有做得一般的，有知名度高的，有知名度低的。但是大家既然做了这个滑板品牌之后，又应该去怎么样去把这品牌做得更好，或者说这个品牌应该做什么呢？我们今天就要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就是自主品牌你究竟应该做什么？你要走向哪个方向？那么刚刚我们今天借这个活动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国内的一些自主品牌的主理人。那么我们先来让他们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昆明的徐刚。大家好，我是广州 Hero 的 Team。我再说一遍，我是青岛的袁飞 Lily 滑板。大家好，我是上海 Doggies 滑板的姜小斌。大家好，我来自沸点的刘文博 ，A.K.A 宝宝刘。这个我们就先来请这些主理人呢来介绍一下他们自己的这个品牌的一些简单的情况。我们先请徐刚来说一下。好的。我们品牌呢是从去年开始做的，主要呢也就是在昆明销售，也没有往外边销售。那为什么要做呢？好像就也没考虑那么多，就说主要是想着就是昆明呢能有我们自己的一个自主品牌，然后昆明的滑手呢能滑上我们带有云南特色的一些东西，也没考虑过市场，就差不多就开始了。来说一下。我们 Hero 的品牌呢，就是 Tempo Skateboards， 这个品牌是成立于2007年，当时也是在我们店刚刚开业1年以后，因为那个时候呢，国内还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整板的品牌，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应该为这些初学者呢，就是建立一个就是比较专业的，就是质量比较好的一个整板。因为当时在市场上有一些就是玩具板，或者说一些就是不是滑板的生产的一些品牌，然后呢我觉得应该有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品牌，就是给初学者会带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初学的体验。然后这个品牌到现在也走了大概将近5年的时间，然后我们现在又推出了它的附属的一个高端的系列，就是我们店的品牌叫 Hero， 就是板片的品牌。Hero Skateboards， 然后到现在也是有2年左右的时间。我来说一下我们的 Lily 滑板。其实 Lily 的历史很短，也是去年冬天，就是我跟我们的合伙人仲华还有阳光，我们在一块喝酒的时候想到要自己做一个品牌。之所以要做呢，原因很简单，自己玩了20年滑板，就是有一个自主品牌，属于自己的滑板品牌，也是一个梦想。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在以后的这个时间当中，我们的这个品牌会和国内很多共同的这个自主品牌大家一起成长，一起来推动中国滑板市场，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就这样。其实我这边的话是 Doggies 成立的，也是应该是最短的，对吧？今年3月。其实我们的初衷呢是从上海这边做起的。上海的一个圈子呢，就是一个小圈子吧，就很多人特别不理解，玩滑板都是不靠谱的，全是狗懒或者怎么样的。当然了，这是带一定的贬义的。行，那我们就得把这个贬义的做成一个褒义的一个东西出来。我们用这个贬义的名称来做出，让别人看到滑板人不是你们看到的那么是都不靠谱的。是靠谱的，然后同样的，我希望能够通过 Doggies 的这一系列的东西，包括版面的设计，它能传达的一些理念，来告诉那些不是滑板圈子里头的，或者是圈子里头的，不是那些真正的玩滑板或者喜欢玩滑板的那些人，玩滑板真正的玩滑板是怎么样的？他们的那些 skate life 是怎么样的？那种生活方式，包括他们喜欢的一个东西。你说，我可能叫这几位大哥来说，要介绍的东西可能更多一点，因为沸点滑板不仅仅是一个品牌，那旗下可能有10个独立的品牌或者是组织，这样。因为初衷和大家一样，都是要推广滑板运动，然后让滑板被更多的人了解，所以我们不但有
产品品牌，各个层次产品品牌，还有媒体，还有2个媒体，中国滑板网和罗萨。然后沸点滑板其实，大家头脑中的沸点应该是很多年历史了，但是真正沸点滑板这个公司应该是从去年开始从 Chinese Skateboards 脱离出来的全新的一个滑板公司。就是这个滑板这个名字也旨在就传达出一个信息，就是沸点滑板有限公司可能是全国唯一一个就把滑板2个字放到公司名里面，就有限公司，就是滑板那边很有限。这表明我们一态度，就是滑板以滑板为主。对，我们是一个非常正宗的在乎滑板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可能我们之前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传闻啊，或者是各种消息，可能大家对沸点滑板不是很了解，所以我也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向大家全面的介绍我们沸点滑板，还有沸点滑板旗下的10个品牌。我们一会儿可能会聊到，然后慢慢再跟大家聊。下期聊吧。单独一期，还不错，专辑可以。这个刚才我们这些就是主理人也都简单的介绍一下他们这个品牌的这种一些简单的历史也好，或者一些成长历程也好。其实呢，今天我们虽然到场就是5个品牌的主理人，也并不能代表中国所有的这个自主品牌。还有很多像比较不错的，像 Vagabond 这种牌子都是非常专业，而且是滑板人自己创建的滑板公司。我想说的是，现在呢，怎么说呢？就是在国内滑板自主的品牌很多很多，那么但是，有的人他做了这个牌子之后，他只是我做了，我拿出来就放到市场去卖，他可能不会想到说这个我做了这个滑板品牌之后，我要为这个中国的滑板市场，为中国的滑板运动去做点什么东西，他可能不会想这个，他就说我滑板是一个纯正的商品。我做了一个滑板，像我做了任何一个，比如我做了一个鞋，做了一个衣服，就是一买卖，就是一个生意。我做了拿出来我就放到市场去卖，然后我就开始赚钱。但实际来说，可能在我们这些从事了这么多年滑板运动的人来说，一个滑板品牌的出现，它是要肩负一定的责任的，大的责任也好，小的责任也好，它都应该为这个运动，为这个尤其是中国的这个市场也好，运动也好，它要做出一定的这种努力去推动这个市场，而不是说我做了卖了赚钱了就完了。你做一个品牌，你要肩负一个使命，就是去把这个运动做得更大，把这个市场做得更大。所以现在我就是想跟这些主理人我们聊一下，就是说他们在做了自己的品牌之后，他们又做了一些什么东西呢？比如说我做了这个滑板，我做了这个牌子之后，我利用这个牌子又为这个市场、为这个运动做了什么东西？我们还是向徐刚来讲一下吧。好的。我们做我们这个品牌呢，实际上更多的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滑手，因为我们店铺滑手相对别的店要多一点，差不多6、7个，然后每个月就2、3片的话也很快，所以实际上我们往销售的话，我估计还占不到1/3，主要就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滑手的一个消耗，或者是宣传或者怎么样，都是为了我们自己的一个滑手的一个使用。然后呢，最多的应该是说做活动吧，就说你说要说我们在本地怎么样去推广我们自己的品牌，或者说为这个运动做了什么东西，我们更多的是从那个做活动这一块入手的。就说比如说每年的那个我们都会做评选，就是今年的赞助滑手一个评选，我们会比3到4个月，就说一个长期的一个计分的一个评选。像那个冬天呢，我们也在搞那个每年的积分赛，然后呢每个月差不多都有活动，也是想就怎么样去推广它，让滑板在每个月都有人有活动，对不对？很努力的去玩，让人觉得说有一个期待，我们期待下次比赛怎么样把自己积分搞高。实际上我们品牌就主要做这些东西。老田，你介绍一下。我们 Hero 的这个 Tempo 品牌呢，就从07年开始以后呢，就在市场上的反响一直不错。我是希望把这个产品就是通过滑板，就是带入到更多的其他的领域去，就是通过滑板来，就是让更大其他的就是不是滑板圈的一些人能够
关注到我们这个滑板的文化，然后我们当时就找了一些潮流界的一些品牌进行了一些联名的合作，当时推出来以后呢，这个效果非常好，就是很多潮流的一些朋友，他就之前可能就没有关注的这个滑板的东西，他就会注意到我们这个滑板的文化，会就是关注我们这个联名产品的一个故事一个背景。然后就会有更多的这个年轻人也会通过这个也会关注到滑板的运动甚至说参与到我们的滑板的这个运动中来，所以就当时就我记得大家应该对那个苍井空的那个设计应该是比较有这个印象那个时候也是就是通过这个 Lucky 他们的一个代言的明星来把这个就是更多的眼球吸引到滑板的这个上面所以就在这个尝试上是比较成功的，所以到了是不是好多人去你店里就指名道姓，哎，我要抄对对对，他们是要就是要指名道姓，就是买这个，就是他可能不是说要拿去滑，他就是想买来，比如说收藏或者放在家里挂着好看，或者用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滑板店的实体才是推动我们这个产业的一个最根基的一个元素。我们的产品也是配合我们的店在进行推广这个运动的一个媒介，所以说，在这里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看到我们在做的这些努力，就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来滑板，让更多人了解这个文化，让更多人参与，这样我们的滑板运动才会越走越远。希望大家 support your local。谢谢。我来说一下我们 Lily 滑板，就是现在我是作为一个滑板的品牌的主理人来说一下。尽管我们这个滑板的品牌时间很短，所以说什么销量或者怎么着，我就先不谈这些东西。就说我其实在做这个品牌之前，我自己开店开了很久，差不多10几年。那么我从开店的一开始，我店里就在卖滑板，但当时那个器材占的比重很小，而且完全不赚钱。但是我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有一个信念是什么呢？就是说，既然我自己是一个纯粹的滑板人，我的生活是滑板给了我很大的改变，所以呢，我觉得我就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义务去通过我的店去把这个滑板运动，不管是多大范围，在青岛的范围内也好，在山东的范围内也好，我要去做这个事儿，就是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这个运动，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运动当中。那么现在呢，国内有包括比如说我们说到板，也有很多品牌的滑板就是出来之后，他也不做任何的也推广，也不做任何宣传，他就是自己做出来就卖，直接卖。至少我在这里想讲一下我的观点，就是我认为滑板这个东西它离不开商业，但你不能只做商业。如果你只做商业的话，它就没有了这个运动的灵魂。谁都可以做一个板出来卖，谁都可以做一个支架出来卖，这只是一个商品。但是你又能为这个运动做什么呢？你又能为这个运动的推广做什么呢？这种事情还是要靠实体店，尤其那些真正的滑板人，实体店也好，做自主品牌人也好，要靠真正的滑板人去做。如果你只是把它做一个商品的话，那 OK 了，我们都不用开店了，就每个人谁都可以一个滑手，他就做一个牌子，他就出来卖，肯定也会有人买，对，他也肯定也会有市场，只不过是市场大小而已。但我想说的是，你既然这个品牌做出来是一个滑板品牌，你是不是应该去考虑一下，为这个运动去做一点东西？你能力大就多做一些，能力小就少做一些。其实很多这个店铺或者品牌，他们在做这个活动的时候，他们并不赚钱，他们是在帮你搭钱，用自己比如说从这个店还有服装啊什么别的地方赚到的利润来投入到这个滑板运动的推广当中。那他们在做这种事的时候，他们是不会去细算我究竟可以赚到多少钱，他们想的只是 OK， 我做了这个活动之后，可以对我的品牌知名度有提高，我可以带动更多人来滑板。那么在这方面，那些网店，那些做出来之后只是在销售而不做任何推广的品牌，你们又做了什么呢？所以我希望滑手们要明白一个道理：真正在为你们做事儿，在为这个运动做事儿，是真正的滑板人，他们有这个想法去做，而他们会不计成本、不计回报的去做。那么作为你们滑手来说，你们每年享受到那么多的活动，那么多的这种小比赛也好，大大小小的比赛也好，有这种品牌做的比赛，有这种滑板店自己做的比赛，也有这种滑板品牌自己搞的活动。你们参加这个活动很开心，你们可以比赛，可以滑板，可以有奖品拿，有奖金拿。
你们想过这些东西是从哪出来的，从哪里来的？还是从我们这些人开店也好，做品牌也好，所产生的利润当中去把它拿出来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是不是应该更多的来支持这些真正的滑板人做，而且是为滑板运动做事儿的品牌和实体店去支持他们？可能很多淘宝店它会比实体店便宜一些，可能很多那种只为了赚钱的品牌，它可能也会通过这个价格来吸引一些消费者。但你们要做的是什么？你们要做的是支持那些真正的滑板品牌和真正的滑板实体店。只有你们的支持，他们才可以继续生存、继续发展。如果有一天大家全部去淘宝买，大家全部去买那种便宜板片，就是全饿死了。你们参加什么活动？有什么谁来给你们做活动、搞比赛，让你们享受滑板的乐趣？自己玩没有。哎，这个正好这个保留在这儿，刘文博他们的公司做的比较大、比较全面，而且也涉及的面比较广。我们来让这个宝宝刘文博从他的这个角度来阐述一下他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宝哥，我别紧张，别紧张。不，你要不要先说后面观众你们好吗？谁怎么样呢？记得支持你们的好朋友迪克卡布。One two three， 要起来！跟着音乐的节奏嗨起来，走！不开玩笑，其实我们那个，我一直讲说我们旗下有很多品牌嘛，然后我们确实从可能2000年左右成立之后，一直做了很多事。可能大家比较了解比较多的就是《What's Up》这本杂志。这本杂志是我插一句啊，我记得最早是国内第一个赞助职业选手、赞助滑手，就是你们公司吧？对，赞助的傅令超，对吧？当时只有一个 Justice 这个品牌，然后当时可能也是为了在本地推广那个滑板的运动啊，当时可能也没有想那么多，可能也是更想支持一些像这种屌丝滑手。当时可能是我解释是一个屌丝，还挑你们出一个黑木耳品牌，这个怎么样？很早。好，咱们接着开玩笑。对你们公司的历史可能从滑板开始兴起，一直到现在，可能到这个市场成为这个程度，然后到这个阶段做了每个阶段做了很多事儿。我先从比较就是飞点旗下比较低端的一个比较大众的，这个难啊，大众一点叫 Bowling。其实，在中国滑板发展历史上，如果你回顾这个发展历史的话，近10年它是作用是挺大的，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好多入门滑手，包括现在可能是变成一个中间滑手或者是主力的滑手，他们可能入门的时候都会从Bowling起步。因为当时这个情况，你们其实我说句实话，我是92年开始滑板的，我开始滑板的那个滑板，可能还不如Bowling，67块钱的那种。纯玩具大合板。Bowling是最早的，Bowling是最早把专业板整个这个专业板价格拉到一个200到300、400到这个价格。Bowling是专业版的，到这个区间的一个你可以用的一个专业品牌。对。你Bowling这个板，当时你如果组一块整板的话，你可以做奥利，你可以做各种动作的这样一个板，可能要1000左右或者更高，因为你们从那个时候过来的，肯定非常了解。所以我一直觉得Bowling，虽然大家可能觉得Bowling是初级板，可能比较幼稚或者比较……我插一句，其实啊，你不要老插二句，不再插了。就说虽然可能大家对这个我们就说Bowling这个品牌的褒贬不一，但至少我们可以肯定。这个就否认它的历史，它的这个作用在于什么？它给了很多爱好滑板的人一个较低的门槛进入。就如果你连一个这个门槛你都进不来的话，你有谈什么理由去滑板？好，我这不插了啊，您接着说。它是一个就可能不入流的一个品牌，不是坑妹。但是它是一个我们因为Bowling那个。徐哥可能知道，那Bowling它有几个档次的，那从最初级的可能质量差一点的200左右的板，一直到400块的，可能可以做相当多的动作，因为也是分几个层次的，所以说Bowling并不是很简单，对。
拿刀练的，信吗？他有机会接触 ladies， 就是 Justice by Night 接触 doggies 上，他肯定是可能从包林过来的，所以你们搞不好还你有植入。其实受益于这样的一个，它是一个媒介。前面说咱们说的很含糊，就包里说的清楚。对，然后你看，这里边有植入马赛克，连他脸一半打。因为沸点豪板旗下开展的业务非常多，所以我也不是说每个都面面俱到的介绍到，所以我不然拿一个也不是为了植入。我给自己应该做一个这么大的，你知道吗？我一点都不植入，我其实是拿着给自己提个醒，我们有做了什么事儿，因为做了很多想说的也很多，包括这一年在沸点工作，语速放慢一点会更好。5年的，我在沸点工作6到7年了。就之前的兼职一直到全职的到沸点，有很多想说的，有很多外界对沸点的误解呀，或者怎么样，很多我想那个出来为沸点滑板澄清，或为沸点那个下面工作的很多人，想为他们说很多东西，所以我还是不说了吧，准备了一个这个，所以我希望有机会能给他们就把我做的事情介绍一下。然后跟包令说过了，因为包令大家可能也算比较清楚。然后我还想说一下 What's Up 杂志和这个中环网。然后比较花钱的就是 What's Up 这本杂志，有很多人我听到过很多人，有很多人对这个 What's Up 杂志是，比如夸奖的也比较多，说啊 What's Up 杂志挺喜欢，一直想看或者怎么样，这样的比较多。当然也有一些声音老表不一是吧？对，肯定是，其实都是这样的。在一开始不查了吗？我查了吗？就说一这杂志，我说两句，就是在一开始。就最早What's Up出来的时候，其实我本人对他也并不是抱一个特别欣赏的态度，但我当时觉得至少中国有这么一个东西，挺好。但是到现在呢，我看到他是做的越来越专业，而且目前为止，这应该是国内唯一一本纸媒了，对吧？对，一个专业的纸媒，再也没有其他的纸媒出现，有点类似咱们当年的奥利通讯，对吧？就没那么多人写信。这本杂志其实。你刚才说哪？不打岔。我给你记得，它刚出来的时候，就有一大部分人在说，包括现在也有一些人说，哦，这本杂志好像翻开一看，有很多是沸点的广告或者沸点自己的产品啊这样的。其实这本杂志投入是可能超乎大家想象的这样的大，它每期杂志可能就是10几万就进去了，一年就很多钱就。一辆 B 级车，包括它每一期杂志。可能虽然是几千本，但是印刷成本也是非常高的，因为几千本其实对杂志来说是非常小的一个量，越少越贵。所以它印刷有一期，当时我们刚刚换一个合作的广告公司印刷公司，他们那期杂志当时杂志卖20块钱一本，印刷成本已经达到22块钱了，这不算人力。其实作为那个沸点这样的也是已经运行了这么长时间的一个专业公司。他肯定会意识到，这个肯定是收不回来成本，包括成本都不用想是要收回来的，就是为了，因为纸媒给大家一个印象就是比较权威的一个，比如上面看到的文章可能会比较权威，大家可能会比较相对于网络的一些新闻之类，可能可信性更高一点，会有这样的印象，所以我们愿意不好改，对，我对你的访谈是不是有错字？看了还可以。到现在没有人找到签名，你知道吗？我更多人愿意相信那个 What's Up 杂志上介绍的内容。What's Up 杂志上介绍了很多，包括像田哥和那个袁哥也上过这个杂志的专访，他们更愿意相信杂志上的内容。然后我们希望通过这本杂志去更好的推广滑板运动。沸点滑板4个字的名字里边有俩字是滑板，是靠这个为火，靠这个为生的。所以沸点滑板其实不太可能做一些损害市场的事儿，损害市场健康的事儿。我们还是要以这个要长远的考虑这个市场的健康啊，或者将来发展的程度啊。所以，大家希望大家在更支持沸点滑板和更支持我们所做的事。好，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听了这个许刚、田军贾小斌、刘文博他们在讲述他们每一个人所在这个运动当中他们都做过什么东西。我总结了几个关键词啊，就一个是不计成本，一个是放弃，一个是坚持，还有一个是不被理解。怎么说呢？就是不计成本，就是指
我们大家在做这事的时候，几乎是没有想到盈利是吧？没有想到盈利，或者没有想到去就是回报，实现自己的一个梦理想，实现自己的梦。那放弃呢？我们也听到了这个，包括徐刚他其实据我知道，他的家里并不是很赞同他做这块生意，因为就觉得就不太理解这个行，都甚至不认为这是一个行业。田就是为了这个滑板，他放弃了待遇优厚的、稳定的一个军人的一个职业，而且他是一个军官，还不是普通的士兵。我们的共同的心愿只有一个，就是希望用我们的努力和行动来推动中国的滑板。那么我们的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理解这些人所做的事情、做的事儿。就如果你们能理解了我们做的事情，可以理解我们说的话，我们就觉得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没有白做。而且我也希望，当然这个希望我觉得可能是不太现实。我也希望中国不管有多少自主品牌出现，每一个品牌的出现，你都要担当起一份责任，去推动这个市场，而不是只为了赚钱。如果你只为了赚钱，有很多比滑板更赚钱的东西，你们去做别的，不要做滑板，好吧？还有那些淘宝的卖家，我也希望你们可以有一个良性的竞争，不要疯狂的压低价格来只为对，你可以用服务来代替那个。对，不要疯狂的压价来赚取那少的可怜的一点利润。你们这样做只会毁了这个市场，只会毁了这个运动。我也希望看到这个视频的滑手，你们去好好的思考一下，你们究竟该支持谁？你们是不是真的是可以为了便宜几十块钱去买一块滑板，而去把这个运动去毁掉？可能这种后果不是马上就能体现，可能淘宝店还是会继续赚钱，可能我们还是要继续坚持做自己的事儿。但是到最后，如果这个市场毁掉了，淘宝店可以去转行做别的，你们滑手也可以从很多渠道去买滑板，但是真正受伤的就是那些为我们这些还有更多的没有来到现场的为滑板的真正做事的人，他们所受的伤害是最大的。我就想说这些。好了，那么说了这么多，我们也大家都说自己想说的话，道出自己的心声。再次也很感谢 kickerlab.com 给了我们大家这么一个平台和机会，可以交流一下自己的看法。我是袁飞，中国滑板这些事儿非说不可。欢迎来昆明，欢迎来欢迎来听。去深圳，我走了啊！欢迎我先撤啊，拜拜。好，这去换有点啊，拜拜。赶紧走。我也走了。我再缓缓。我得去喝酒了。好 ，See you guys，拜拜，明天见。拜拜。哎。啊。